Hello，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我是主持人谷歌产品经理硅谷大舅。大家新年好！那在这样一个新年之际呢，我不知道大家对自己的新的一年2021年，或者说是未来有一个什么样的展望。那很多人都说呢，我有一些各种各样的愿望，但是我总是不知道我的愿望怎么来实现。那我们今天呢，跟大家讲一个跟愿望、跟期望有关系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叫做自我实现的预言。那自我实现的预言又叫做怎么样呀？皮格马利翁效应是由一个叫做罗森塔尔的这样一个心理学家来发现的，所以他的一个实验叫做罗森塔尔实验。大概60年代的时候，他去一所小学里面做实验，他把小学生分为2组，对其中的一组说，你们是有天赋的学生，你们是有高发展潜力的学生，跟另外一组说，你们就是平凡的学生，你们就是一般的学生。然后几个月过去了，那些被说是有天赋的学生，果然在各项测试各种能力中都强于另外一组被认为是平凡的学生。然而当时他分2组的时候，其实是随机分的。也就是说，什么叫自我实现的预言？什么叫皮格马利翁效应？什么是罗森塔尔实验？就是说，当一些人他认为自己能够成功的时候，他就有更大概率成功。在罗森塔尔实验里面，那些被认为有天赋的学生，因为老师和同学们不断的告诉他，你们是有天赋的，于是他们就认为自己有天赋，所以他们最终得出来的结果就真的比其他的同学好，尽管他们实际上是随机分配的，他们并没有真的比其他人有天赋。那么这就是自我实现的预言。当一个人觉得他预言自己能够成功的时候，那么他就更可能获得成功。听上去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奇怪甚至可笑的一件事情，然而这件事情在我身上一而再再而三的出现，所以以至于我自己都不得不去相信这件事情的可能性。我今天来给大家讲3个我自己的故事，然后呢，你也可以想想看，你有没有发生过这种自我实现的预言。第一个故事是发生在我考研的时候。那大家知道，我考研的时候呢，报考了北京大学的研究生。那个时候大家都知道北京大学是非常难考的，可是我有一种秘之自信，就是我觉得我能考上。那为什么呢？当时我有一个非常荒谬的理论，当时我是这么想的，我说呢，因为高考的时候，对吧，我的高考成绩离北大和清华可能差个10几20分，那我没考上，是因为我在一个竞争非常激烈的省份，因为高考是分省的，我是在湖北省，然后湖北省我认为是一个什么地域模式的一个省，所以我之所以考不上，那是因为我在这个竞争激烈的省，如果换个省我可能考上了，而考研是不分省的。考研是全国的人一起来考的，所以我认为，如果所有人打散在一起，大家一起考的时候，我一定可以考上北京大学。所以呢，我就带着这样一种信念，这种秘之自信去考试，然后果然考上了。然后考上之后，我去交流一下，才发现原来我的想法是错误的。也就是说，湖北省并不是一个特别地域模式的省，因为地域模式的省还有什么呀？山东省、江苏省、河北省、河南省、四川省，这些省是真正的地域模式，湖北省可能还可以。所以其实我当时的秘之自信是没有道理的。但是因为我当时有这种奇怪的理论在我脑海里面，所以我觉得我可以考上。然后呢，我就考上了。那这个就是一个怎么说呢？自我实现的故事，就是一个皮格马利翁效应。那么这呢，就是我今天讲的3个故事中第一个。我考研的时候，因为秘之自信，觉得自己能考上，然后果然考上了。那第二个是什么呢？在讲第二个故事之前，我们先怎么样呀？插播一段广告。那本期节目是由硅谷大舅频道怎么样自己赞助自己播出的。硅谷大舅频道是宗旨是向全球最顶尖的互联网人学习。那我们每周呢，周5的时候，在美国西部时间的下午5点，都会放送出1集的这样一个录播节目。那么在周一也会不定期的怎么样放出节目。然后我们每周二的晚上，美国西部时间7点也会有直播的大舅小圆桌的这样一个节目。现在屏
屏幕上大家看到的这个二维码呢，是我们的小助手，你如果添加它，就可以拉你进我们的读者群，我们里面有各种各样的探讨分享，也有读者的怎么样呀聚会活动等等，所以千万不要错过。如果你喜欢我们节目，请记得一定给我们点一个赞。那这样的话呢，可以让推荐系统把我们推荐给更多需要的人，也可以让你看到更多怎么样类似的内容，因为这样的话，推荐系统就知道原来你喜欢看这样的内容。好，我们回到刚才的话题。那说到呢，这个自我实现的预言的第二个故事是什么呢？这个故事就更加神奇了。当年我从北京大学毕业之后，我想去做产品经理，然而我在去面产品经理的第一站就惨遭失利。我去面了百度的产品经理，然后呢被拒绝了。拒绝之后呢，我在宿舍里面痛哭流涕，把自己卷在被子里面哭，然后就有室友过来安慰我，然后于是我就用这种赌气的话跟他说，哼，他们怎么样拒绝我，他们会后悔的，我以后要变得更加优秀，我不仅仅要做怎么样呀百度的产品经理，我要去美国硅谷去做谷歌的产品经理，要做最优秀的产品经理。然后我同学怎么样默默地对我说，那我觉得你现在还差得很远啊。然而就在我说了这句话之后的第6年，我先是怎么样呀工作了4年，然后又去读 MBA， 然后毕业之后就加入了谷歌美国总部，成为了一个产品经理，而且是我们学校历史上第一个通过 MBA 毕业进入谷歌做产品经理的人，也是所有的 MBA 学校里面中国人第一个 MBA 毕业之后进入谷歌做产品经理的中国人。那么听上去像是一个奇迹，可是这个奇迹在6年前，在那个宿舍里面我就已经预言了。虽然当时是一个气话，但是不知怎么的，这个事情就仿佛是一种这种冥冥之中的这样的一种勾引吧，就让我心中不断的就有这样一个种子，就不断的去发芽，然后最后我也不知怎么回事，可能是我运气好，也可能是我够努力，也可能是一些我不知道什么的原因，但是就是因为你心中有这样一个预言，你觉得你未来会做到，哪怕是一个气话，最终它就真的实现了。那我就只能用自我实现的预言，只能用罗森塔尔效应来描述这件事情。好，这还没完，我现在讲的是第一点和第二点，一个是我考研的故事，一个是我去谷歌怎么样做产品经理的故事。第三个故事是我在申请这个 MBA 的时候，我当时最想去的学校呢是西北大学的 Kellogg。那么这个学校在你申请 MBA 的时候，需要你填写说你的职业目标是什么，比如你的短期目标是什么，你的长期目标是什么。当时因为我特别想去这个学校，所以我在写 essay 的时候写得非常认真，不断去挖掘自己，去思考我到底要做什么，我到底要做什么，我短期要做什么，我长期要做什么。于是我写下了这样的一个答案，在深思熟虑之后，我写下了这样一个答案。我说我短期要在美国硅谷做一个产品经理，长期我想做一个演讲家，我想做一个 speaker， 我想用我自己的力量去影响别人，把自己的知识传播给别人，去激励更多的人成就他们的力量。就在我投完这个 essay 之后呢， Kellogg 无情的把我拒绝了，于是我就没有能够去成 Kellogg。 然而我是一笔一画写在我 essay 里的这些预言，在投出去之后的2年之后，我从 Emory 大学毕业，来到硅谷谷歌，成为了一名产品经理。在我投出这个 essay 之后的第8年，我怎么样呀？开设了我的 YouTube 频道，成为了一名博主，用我的声音去传播我的理念，然后呢，试着去激励更多人。这是巧合吗？最后我当时写在 essay 里的话，最终就真的应验了，就真的是应验了。那到底是为什么呢？我也不知道，那就只能用自我实现的预言来解释，用罗森塔尔效应来解释，就是你认为它会成功的事情，你就更有可能性成功。所以由于这些事情在我身上一而再再而三的怎么样呀应验了，所以作为一个新年来说，当我们展望未来的时候，我也想告诉你的是，你也要去相信自我实现的预言，要相信这个皮格马利翁效应和罗森塔尔实验，因为这是科学证明的，也在我身上怎么样也展现出来的力量。所以你有什么想做的，你如果真心的去相信它的话，它就会有更大概率能够成功。所以你可以把你想做的事情就在这里，就在我们的怎么样评论区写下来，告诉我们，告诉其他人你想要做成什么。
就在评论区写下来，告诉别人，告诉其他人，告诉你的朋友，说我想要怎么怎么样，或者你写成一篇文章，或者是你写成一个什么，告诉自己，你只要去这样去做了，你就有更大的概率去获得成功。这就是自我实现的预言，这也是我给大家的新年祝福。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个地方。如果你喜欢我们节目，怎么样，请给我们点个赞，记得怎么样在 YouTube 上订阅并打开小铃铛，就不会错过了。在 B 站上欢迎，也感谢大家的一键三连。那我们的频道还有很多其他的精彩的节目，在我们这个节目的最后，我们会有推荐的本频道的其他的视频，供大家欣赏，请去看看其他的节目吧。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拜拜。